冥王星之外的神秘小天体，它竟然可能有大气层。在冥王星之外，太陽系最寒冷、最黑暗的邊境，有一顆不起眼的小天體，它不明亮，不巨大，甚至小到在望遠鏡裡只像一个微弱的光点。但最近天文學家發現，它可能正在做一件按常理來說幾乎不該發生的事，它似乎有大氣層。換句話說，這個遠在海王星之外，直徑只有幾百公里的冰冷小世界，可能正被一層薄到近乎幽靈般的氣體包裹着。這聽起來不可思議，因為像它這樣小的天體，引力非常微弱，照理說它抓不住氣體，就算曾經有過大氣，也應該早就逃散到太空裡了。可問題是，觀測結果偏偏顯示，在這顆小天體周圍，星光像是穿過了一層看不見的面紗。那麼它到底是怎麼做到的？這層大氣從哪裡來？它是剛剛誕生，正在消散，還是這個冰冷小世界內部藏着某種我們尚未理解的活動？今天我們就來追查這個來自冥王星之外的謎團。故事的主角叫做2002-1593，它位於遙遠的柯伊伯帶，那是海王星軌道之外的一片冰冷區域，也是太陽系早期物質留下來的倉庫。在那裡，陽光已經非常微弱，溫度低得可怕，許多天體像被時間凍住一樣，默默繞着太陽運行。2002-1593就是其中之一，它的直徑大約只有幾百公里，和冥王星相比，簡直小了一大圈。很長一段時間裡，它在天文學家眼中只是一個微弱的點，沒有清楚的表面，沒有壯觀的地貌，更沒有什麼能讓人一眼看出異常的地方。在那樣遙遠的距離上，就算使用大型望遠鏡，也很難直接看清它的模樣。所以天文學家需要等待一種非常罕見的機會，不是等它變亮，不是等它靠近，而是等它剛好從一顆遙遠恆星前方經過。這種現象叫做恆星掩星，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場宇宙級的剪影測量。當一個遙遠小天體從背景恆星前面掠過時，它會短暫遮住恆星的光。對地球上的觀測者來說，那顆恆星會在幾秒鐘內變暗，甚至消失。這個過程非常短暫，可能只有幾秒，錯過了就什麼都沒有。但只要抓住了，星光的變化就會像一張隱形 X 光片，透露出那個小天體的大小、形狀，甚至它周圍是否有氣體。2024年1月10日，機會來了。從東亞部分地區看去，2002-1593剛好從一顆背景恆星前方經過，一道非常狹窄、快速移動的陰影，掃過日本一帶的觀測區域。天文學家早已準備好，望遠鏡對準目標，儀器記錄着星光亮度的每一次細微變化。如果2002-1593只是一塊光禿禿、沒有空氣的冰岩，那麼星光應該會突然消失，然後又突然恢復，就像有人把燈關掉，再立刻打開，乾脆利落，沒有緩衝。可是觀測到的結果並不是這樣，星光沒有瞬間斷掉，它是慢慢變暗，又慢慢恢復。這就奇怪了，因為這種柔和的變化，很像星光在被完全遮住之前，先穿過了一層極其稀薄的氣體。那層氣體折射了光線，讓原本應該硬生生消失的星光出現了平滑的過渡。換句話說，2002-1593周圍可能真的有一層大氣。當然，這不是我們在地球上熟悉的大氣，它不可能讓人呼吸，也不可能有藍天白雲，它甚至比冥王星的大氣還要稀薄得多。根據估算，這層大氣的表面壓力大約只有100到200納巴，這比冥王星本來就非常稀薄的大氣
還要稀薄大約50到100倍。如果和地球相比，那就更是稀薄到幾乎难以想象。但重点不是它厚不厚，重点是它居然可能存在，這才是讓科學家感到震驚的地方。因為2002593太小了，一個天體要保住大氣，通常需要足夠強的引力。地球可以抓住大氣，是因為地球夠大。冥王星雖然比地球小很多，但仍然比2002593大得多。可是2002593呢？它只是一個小型冰冷世界，引力非常弱，任何气體分子只要稍微跑快一點，就可能逃进太空。照理說，如果它曾經有過大气，也应該在遠短於太陽系年齡的時間內消失。有研究推測，如果沒有新的氣體補充，這樣的大氣可能不到1000年就會散光。對太陽系46億年的歷史來說，1000年短的就像一眨眼。那問題就來了，這些氣體到底從哪裡來？第一種可能是撞擊，在遙遠的柯伊伯帶，小天體之間偶爾也會相撞。如果2002593最近曾被另一塊冰岩撞上，撞擊可能震碎表面，挖出地下的揮發性物質，氮气、甲烷、一氧化碳或者其他冰冻气體。這些物質原本被锁在地底，因撞擊暴露出來，迅速升華成氣體，短暫包裹住整個天體。如果是這樣，那我們看到的可能是一場宇宙撞擊之後的餘溫。這層大氣不是長久存在的，它只是剛好被我們撞見了。今天還在，未來某一天可能就慢慢消失了。這種解釋簡單也合理，但它不是唯一答案。另一種可能更加耐人尋味，那就是2002593的內部可能還在緩慢活動，不是像地球火山那樣噴出岩漿，而是所謂的低溫火山活動。在極寒的外太陽系，火山不一定噴火，它可能噴出的是氮、甲烷、一氧化碳或者其他冰冷揮發物。這些氣體從裂縫、孔洞或地下通道中慢慢洩出，就像一個微型幫浦，不斷替這個小世界補充一點點大氣。如果這是真的，那意義就很大了，因為它表示，即使是柯伊伯带裡這麼小的冰冷天體，也不一定是死寂的殘渣，它的內部可能還有結構，可能還有變化，甚至可能有某種我們沒有預料到的能量來源或地質過程。更麻煩的是，詹姆斯·韋伯太空望遠鏡的觀測並沒有在它表面發現明顯的大量揮發性双層，這又讓問題變得更深。如果氣體不是從表面直接升華出來的，那它會不會藏在地下？會不會只有在撞擊、破裂、加熱或內部擾動時才被釋放出來？這時候2002593就不再只是遙遠太空裡的一顆小冰球，它變成了一個線索，一個提示，一個可能改寫我們對小型冰冷世界認識的證據。科學家現在真正想知道的，不只是它有沒有大氣，而是這一層大氣從哪裡來，它能維持多久？它是一次撞擊造成的短暫現象，還是內部活動正在持續供氣？又或者，這背後還有某種我們目前尚未想到的機制？目前答案還沒有完全揭曉，因為這次發現主要來自一次衍星事件，訊號很重要，但還需要更多觀測來確認。未來，如果2002593再次從其他恆星前方經過，天文學家會非常仔細地看，他們會問：星光是不是還會慢慢變暗？大氣讯號是不是還在？它變祥了，变弱了，還是完全消失了？不同結果會指向不同答案。如果大氣慢慢變薄，可能代表它來自近期撞擊，正在逐漸散去。如果大氣一直存在，可能表示內部正在持續補充气體。
如果大氣時有時無，那有可能暗示季節變化、表面演化，或者不規則的气體釋放。接下來，科學家還要查清楚這一層氣體到底是什麼，因為不同成分講的是不同故事。如果是氮气，可能和冥王星、海王星外冰体的挥发物历史有關；如果是甲烷，可能透露出表面或地下冰层的化學特徵；如果是一氧化碳，則可能說明它保存了极寒環境下非常容易逃逸的古老物質。每一種气體都是一條線索，每一條線索都可能指向這個小世界的過去。這項發現也讓天文學家開始重新思考另一件事：如果2002-1593這樣小的天體都可能有稀薄大气，那其他類似的海王星外天體呢？會不會也有？只是我們還沒在正確的時間看見。這一點非常關鍵，因為這類大氣可能很短暫，可能只在撞擊之後存在一段時間，可能隨着季節和太陽距離變化而出現、消失，也可能稀薄到只有在恆星衍星時才露出一點痕跡。平常用望遠鏡看，它只是光點，但當它從恆星前方劃過，星光的一次顫動就可能揭開它真正的樣子。這就是衍星觀測的價值。它不像漂亮的太空照片那樣直觀，它沒有壯麗的雲層，也沒有清晰的地貌，但它能在幾秒鐘內讓科學家看見直接成像看不到的東西。一個小天體的大小，它的輪廓，它周圍是否有環，甚至是否存在一層薄的幾乎不存在的大气。也正因為如此，2002-1593的故事可能不只屬於它自己，它可能代表一類更廣泛的小型冰凍世界。過去，人們常常把這些天體想成太陽系形成後留下的冷凍殘渣，安靜、遙遠，沒有變化。但現在，這種看法正在改變。冥王星有複雜地貌，一些海王星外天體顯示出不尋常的顏色和表面特徵。有些天體可能保存了古老揮发物，有些天体可能經歷過撞擊、裂解、重組，甚至短暫釋放氣體。它們不是死去的石頭，它們更像是被冰封的檔案。只要找到正確方法，就能讀出太陽系早期留下的訊息。如果2002-1593的大气層最終被確認，它將可能成為太陽系中已知最小卻擁有全球性引力束縛大氣的天體之一。這不會讓它變得像地球，甚至也不像冥王星，但它會成為一個重要粒子。在合適條件下，即使是一個很小的冰冷世界，也可能短暫抓住一層脆弱的大气，而這一層大氣也許正在慢慢逃散，也許正在被地下氣體補充，也許只是某次撞擊留下的暫時外衣，我們還不知道。但正是這種不知道，讓它值得繼續追蹤，因為外太陽系太遙遠了，那裡黑暗、寒冷、沉默，很多東西我們只能靠微弱光點和短暫衍星來推理。可是每一次推理都可能把我們對太陽系的理解往前推一步。对2002-1593来說，真正的谜題還在前方。它的大气是否真的包圍整個天體？它存在了多久？它由哪些氣體組成？它是撞擊產生的，還是來自內部？它會在未來逐漸消散，還是持續存在？要回答這些問題，還需要更多觀測，也需要下一次恰到好處的衍星機會。直到那一天之前，2002-1593仍然會在冥王星之外安靜地繞着太陽運行。它小得不起眼，遠得幾乎被遺忘，卻可能包裹着一層不該存在的氣體。這就是它最迷人的地方。在太陽系最寒冷的邊疆，一個微小冰世界似乎還沒有完全沉睡，它也許正在緩慢釋放氣體，也許剛剛經歷過一次撞擊，也許正在向我們透露一個更大的秘密。
那些遙遠、冰冷、看似死寂的小天體，可能比我們想象的更加活躍。2002-1593的故事還沒有結束。現在，科學家需要的不是驚呼，而是更多證據，更多眼星觀測，更多模型計算，更多對外太陽系小天體的重新審視。因為有時候，改變我們認知的，不一定是巨大的行星，也可能是一顆遙遠、微小、幾乎看不見的冰冷天體。它不發光，不轟鳴，不靠近我們，它只是靜靜地站在星光前方，讓那束光慢慢暗了下去。而就在那幾秒鐘裡，科學家看見了一個謎：冥王星之外，一個小世界可能正在呼吸。感謝觀看。